嗨，大家好，我是 Leo。经过了长久的等待，延期再延期，终于等到 V6 的发售了。那本来在去年年中 Teddy Sanders 揭露了 V6 的照片之后，接着在 Version 6重新复刻了 V1 到 V4 世代的990款式。我们一直以为说990 V6 会赶着 Version 6的热度，之后就接着上市。但是呢，因为疫情加剧以及缺工缺料的关系，一度也传言说整个上市的期间呢会再延到2023年的春季左右。不过还好，在今年的10月4号也终于正式开卖了。虽然说首卖只有原主灰一款配色，不像往年历代都是3原色灰黑蓝一起开卖，也总算是让大家等到了990 V6 的上市。那今天的开箱解说呢，我是使用手上先收到的 US11 这双来拍摄的。那这阵子呢，因为真的有太多朋友一直私讯敲碗说，怎么都收到鞋子那么久了，还不赶快拍影片呢？我想说，我就是要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整体的脚感，然后再来跟大家做报告。那先前有说过说要等我的原尺寸 US10.5 那双到之后再拍，不过也刚好这阵子呢遇到双11的关系，海外报关的货物呢都可能会大幅延迟1到2周以上。刚好这几天呢努力穿着的体验有了一些初步的心得，所以想说就先来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些990 V6 的细节部分。那这次就是箱子里面的东西我都已经拿出来了，这次的型号是 M990GL6， 订购的尺寸呢是 US11 号是大版号，那尺寸部分我稍后会再做详细的说明。那这次除了说有鞋上面附的白色的鞋带之外，另外它还有多附一双灰色的这个鞋带。那这次鞋带的长度大概是150公分左右，就是我这双11号的话是150公分左右，所以有要换鞋带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鞋带的长度，一般市售的130公分可能会稍微短了一点点。鞋垫部分呢，这一次是这个 New Balance Running 的鞋垫。那它的材料应该是类似一个泡棉的材料，虽然说它没有公布说是 Durapontex 或是说 Osolite，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杜邦公司所生成的一个泡棉的鞋垫。那鞋子外观的部分呢，我们一样从前面鞋舌的部分开始，这次前面一样是使用了大量网布的区块，那在这边有一个 3M 的地方，跟2002是有点类似的。然后鞋舌部分呢是使用了2个区块的网布，前面是属于比较亮银色的网布，那后面是灰色的这种网布。那这次的鞋带固定孔呢，就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像是橡胶材料的这种材质。那因为它的固定孔比较小的关系，所以这次是可以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给固定住。那它的这个上面 logo 的地方呢，一样是一个类似橡胶材质的这 New Balance， 那上面有写着990 V6 的字样。那这边的部分呢，这一次机皮的部分就是只有最下面这一区还有鞋带孔这2区之外，其他都没有机皮的部分。下面这一区呢，它只是有分成3个区块。那中间这一区块呢，就是它的绣线的地方有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外面是先绣了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穿越过整个机皮中间的部分。那侧面的这合成皮呢，一样是使用了就是上面有一些小细孔的合成皮。那 N 的部分呢是属于比较细一点的这种大 N 的设计，跟 V3 是有点类似的。那另外在过去990都使用合成皮的这个区呢，这也改成了 3M 的区块，所以说这整体看起来会是比较闪亮的地方。那鞋带孔的部分呢是有5孔，再加上后面的2孔所组成的。那后面这2孔呢，就是实际上你在穿鞋带的时候会觉得说比较贴近这是脚的部分，所以如果说你会觉得尺寸比较小的话，其实是可以绑到前面就好。那后面这2孔要不要绑，就是再看个人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是一样是有一个 New Balance 的字样，那这边也有写的 Made in USA， 然后这2块是 3M 的地方，那这边是有网布。那这次的大底呢是使用了 N-Cap 跟 Fuel Cell 复合的大底。那我们从侧面来看呢，它是主要可以分成3个区块的这种颜色的设计。那因为这一双就是我有穿了大概接近1星期的时间啦，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上面是有一些小细纹，然后这边刚好有一个脏掉的区域，所以它在清洁的部分呢，其实并没有说很好的清洁。然后大底的部分呢，就是在黑色这地方一样是使用的 Endurance 的这种耐磨的科技大底。那下面这边就是有写一个 New Balance 的部分，然后这中间是 Fuel Cell。那可以看到说在这 New Balance 旁边这边呢，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这种区块的地方呢，就是在我大概穿了1星期之后，这个地方是有点要脱落的感觉。那我相信再穿久一点的话，这2块应该是会最先脱落掉的。前面这边就是一样是有着 New Balance 的 logo 跟设计。那另外一侧大概也看一下，然后这双呢是在
2022年的30周制造，也大概是在今年的8月份左右。那这次整体的外形呢，就是跟 V5 比起来呢，会发现说它多了很多的区块的设计，然后在整体的手工的缝制上面呢，可能会比较变得繁琐，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细节是要一一去组成。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区块越多的话，就是越有助于说设计师在之后要做联名款式的设计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颜色可以使用。那不像说950 V5 就是因为一体成型的关系，所以可能在制造上面会比较容易制造，但是相对联名款的款式要推出就比较少，因为要做出比较多颜色设计就相对比较难。那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忘记讲，就是后面这边就是有一个990的字样，这次的字样是用一个圈圈把它圈起来的。那整体外观的部分呢，其实是跟一开始留作谍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脚感的部分呢，就是先前看过很多国外 YouTuber 他们的评论，都说这应该是历代最软的990。不过实际上我在上脚之后呢，我发现是我的感觉错了嘛，因为它其实是偏硬的。那这个脚感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它会需要可能1-2天的训鞋之后，它才会是最后的感觉。那一开始在我们穿着的时候会觉得说，前面这一段是偏软的，然后后面这一段是比较偏硬的部分。而且在990系列，就是 V1 是属于比较有足弓支撑的状况，在这一代呢也一样承接了这个设计，就是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中足弓或是低足弓的人，你应该可以明显感觉到说你的足弓是被它内部的地方整个是有支撑起来的。那另外就是它的前面这边是有点比较高的设计，那也是跟V2 一样，是比较类似说它会比较前倾，所以说你在走的时候会觉得说它好像在走的时候呢，可能在配合这个后面 Fuel Cell 的推力，会觉得说它会一直让你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那这种往前推的感觉呢，尤其是在体重比较轻的朋友身上呢，会觉得说特别的明显。像我体重可能比较重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倒是还好。然后这次这 Fuel Cell 的硬度呢，会随着地板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感觉。譬如说你是室内那种木板或是贴皮的地板，相对你就比较不容易感觉到 Fuel Cell 的推进感。如果说你是在外面那种柏油路比较硬实的地板上面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是 Fuel Cell 推进的力道。那也会发现说 V6 它整体的脚感是比较偏软的。那 Fuel Cell 的部分呢，没有像 RC 以力或是说其他 Fuel Cell 运动鞋的款式那么的软弹，就是稍微有降低它的弹性，那来凸显 NCAP 所提供的稳定度，再持续的补充动能。很多人在发售前都说 V6 看起来很像 Hoka 的鞋，但是990 V6 在脚感以及支撑性上面呢，我觉得是大胜 Hoka 的，至少穿起来呢是不会觉得说有那种快要摔倒的感觉。整体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脚感是 V5 的再提升，有非常好的支撑性，再加上 Fuel Cell 的回弹。那不过因为用料的关系呢，减少了机皮的面积，反而增加了更多网布跟塑胶材质的部分，还是延续了传统990的通病，也就是闷热的状况。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整个材质的关系啊，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以散热的状况来看呢，我觉得990 V5 还是目前为止在990里面最棒的。那尺寸的话呢，因为当初我订购的时候只有整码，就是没有半码的这个尺寸。整个 V6 的鞋身它是偏窄的，那不过它在前头的地方这个空间是还算蛮足够的。以这双11号来说的话，虽然说大半号，但是以我穿后袜的状况来看的话，两侧跟后跟的包覆是有比较刚好一些，但是前掌区的空间呢是非常的足够，而且脚趾还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动，跟我平时穿美制的状况是差不多的。那像是952、93、950 V3 大概都有类似的这种感觉。那950 V5 的话呢，可能就是穿到21的话就会有差不多的感觉。那因为每个人的脚的状况都不太一样的关系呢，我还是会建议大家等大量补货之后到柜上去实际试穿看看，比较不会出错。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出门去试的话，我会建议说先拿原尺寸就好了。那我在这几天试穿下来感觉呢，我觉得说是不换鞋垫穿也是可以的。售价部分呢，因为通膨跟物价高涨的关系，这次的美金定价直接提高到200美金，那大概有接近10到15% 的涨幅。我这双因为在国外购入的关系呢，是有退税的，但是因为运费相对比较贵一点点，大概台币1000块左右，所以寄到台湾的价格大概是会落在台币的7000块左右。而且原先是预定2星期到货的，没有想到说它4天就寄到台湾了。那如果说从行销的观点来看的话，在这个时间点上市呢，我会觉得说是有点生不逢时。虽然说950 V6 这种大量上市的款式本来就是会一直生产补
货。不过以第一波只集中在大型店面上市的状况来看，开卖当天呢，我们直播在美国官网的发售状况，其实都会发现说它是没有当场就完售的。那也可以看到说整体的鞋市的热度并没有像上半年那么的热络。那如果说早个半年上市的话，或许也会更加的带动950 V6 的热潮。那我想我很详细把这些心得跟脚感的部分都讲了出来。最后呢，还是要再做一下重点的统整。优点的话呢，950 V6 有非常好的安定性跟稳定性。那 Fuel Cell 也持续提供推进的动能。9站9走都比较不会觉得累。那另外就是鞋身的区块比较多，所以更有利于联名款以及新色的设计。那缺点的话呢，闷热的部分还是没有改善。那鸡皮用料少了，塑料更多，而且售价也稍微的偏高。那我希望之后可以出更透气的黄布的版本。那整体来说呢，我还是会推荐这个具有创新脚感的950 V6。不过我相信出穿的感觉呢，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会觉得说 V3 跟 V4， 甚至于说 200R 都会更优于 V6。不过以9站的观点来看的话呢，耐穿度的话还是 V6 大胜。好，那以上是950 V6 第一款原主灰配色的解说分享。那如果说觉得我一下子讲太多，给你太多心得的情报量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再多看几次。那毕竟在这个影片里面讲的都是属于我个人体验的部分。那接下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收到950 V6 的实鞋，那也欢迎把你的心得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的话，请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